提起松下电器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先生，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全世界呢，他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位一生横跨明治、大正、昭和以及平成4个时代的企业家，被日本誉为经营之神。二战结束后，松下电器因种种问题陷入了困境，松下幸之助呢更是成了欠款之王。那么松下又是如何走出困境，最终成为行业巨头的呢？社长今天接着跟大家聊松下幸之助的故事。嗨，皆さんこんにちは，社长带你看日本。大家好，我是社长刘洋。1951年，战后的日本百废待兴，怀着松下电器从今天开始重新创业的心情，幸之助踏上了首次的美国视察之旅。亲眼目睹美国社会无比繁荣景象的幸之助，立志要让日本早日实现这样的景象。要想实现这个愿望技术的强化不可或缺。做出这样的判断后，幸之助于1952年与荷兰的飞利浦开展技术合作。也不知道为什么去美国考察，跑到了欧洲跟荷兰合作，并设立了合资公司松下电子工业，开始电子零部件的生产。飞利浦公司的负责人把这一次合作形容为与松下电器的结婚。你看这个地方有一个结婚证，日兰两大厂家结婚。这张图很有意思啊，画的是飞利浦和松下的出资比例。飞利浦提出松下要向飞利浦支付4.5%的技术指导费，而幸之助则认为松下在经营方面也是有价值的。反过来呢，又要求飞利浦也向松下支付3%的经营指导费。尽管飞利浦对此感到很意外但是仍然判断这种主张呢有一定的道理，就接受了。20世纪50年代是松下蓬勃发展的时期，松下电器为了发展冰箱事业，与中川机械展开合作；为了重振留声机品牌，与胜利唱片展开合作；为了强化电风扇的事业，与日本电气精器展开合作；为了振兴九州的产业，设立九州松下电器。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合作以及公司的设立，幸之助实现了松下集团的迅速扩张。这里还有个小故事制造电风扇的日本电气精器在2战后的经营状况并不好，与松下的合作是雪中送炭。巧合的是什么呢？大家还记不记得上集里社长提到的，在幸之助创业初期穷困潦倒之际，第一个送来订单的川北电器吗？那个川北电器就是日本电气精器的前身。连幸之助自己都感叹当初如果没有川北电器的第一笔订单，很大可能也就没有现在的松下电器。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缘分吧。进入1950年代后，日本掀起了家庭电气化热潮，其中黑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被誉为3大神器，是日本所有家庭的憧憬。幸之助希望能够将这种憧憬变为现实，这就是当时的3大神器电视、电冰箱、洗衣机。感觉他们就真的很耐用就像这样的电器用100年感觉都没有关系，不会坏掉一样的。空调、电饭煲、吸尘器，应该不是彩电。那个年代，够呛能有彩，还真是卡拉 television， 你看这个17寸的卡拉 television。1956年，日本迎来神武景气。在此背景下，幸之助在当年的经营方针发表会上提出了松下电器的5年计划，其目标是在5年时间内将销售额从220亿日元提高到800亿日元，将资本金从30亿日元提高到100亿日元，将员工数量从11000人发展到18000人。如此宏大的构想令全体员工为之震惊。幸之助将5年计划称为与大众之间的无形契约。为了履行契约松下在制造、销售、宣传方面强力推进有助于家庭电气化发展的举措。最终5年计划的数值目标在4年内就基本达成。亲眼见证5年计划完成的幸之助在迈入了66岁那一年，即1961年的年度经营方针发表会上，做了一个令在场所有员工甚至令全国都惊讶的决定。他宣布卸任松下社长的职务，转而以会长的身份从后方支持经营。
与此同时，松下的海外事业部也在进入1950年代后重新开始进行出口贸易，并在1959年设立了战后首家海外销售公司——美国松下电器。进入1960年代后松下开始在以东南亚以及中南美为中心的国家开设工厂，负责海外当地生产的公司被称为迷你松下，以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繁荣做出贡献为理念，不断推进事业的发展。Panasonic 这个品牌就诞生于这样的海外事业发展过程当中。松下在1955年面向美国推出了一款扬声器，但是呢，原本的品牌 National 呢却因为注册商标的问题而无法使用。由此便诞生了能够让人联想到声音传播广度，而且与扬声器非常匹配的 Panasonic 这个单词。从此这个名称传遍全球。松下公司也在2008年10月正式将公司的名称从松下电器改为 Panasonic。大家知道 Panasonic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这其实是松下公司自己创造出来的单词。Pana 呢是广泛的、普遍的 ，Sonic 是声音、音速的意思。所以 Panasonic 的寓意就是把创造的声音传遍全世界。1961年就任会长的幸之助以京都的别邸真真庵为据点，致力于探索人类本质的研究。此时持续保持飞跃发展的松下电器在海外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世界媒体呢也从这个时候开始关注幸之助。1962年，美国《时代》杂志在封面刊出他的照片，并以5页纸大篇幅报道他的个人经历、经营理念以及松下电器公司的发展历程。幸之助作为日本典型的企业家，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你看这段像不像松下老先生在搞直播带货？你看，这有摄影机，这抱了个电视，好像是。1964年，美国《生活》杂志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前制作了一期日本专辑，其中有一篇以这个 Meet Mr. Matsushita 认识松下先生为题的这个报道，特别介绍幸之助是融合福特与亚木加为一体的先驱，使松下电器公司广受世人瞩目。但是，也就是在这一年，日本的家电行业陷入了危机，一直以来的电气化热潮产生了副作用，让日本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大部分的销售公司和代理店都处于亏损的状态。幸之助在危难之际重出江湖，于同年7月在静冈县热海召开了为期3天的恳谈会，这也被后来称之为热海会谈。会上幸之助提出重组销售网络以及建立新的销售信用体系等改革措施，这让松下的事业在1960年代后半期开始再次实现增收增益。此外，在热海会谈的次年，松下开始在日本带头实施幸之助在5年前就提出来的双休制度。该制度的目的是让松下在全球企业交锋的时候能够提高效率。1968年，松下迎来创办50周年。此时已经是73岁的幸之助老先生开始越来越关注对社会的贡献。例如，在大阪站前那个很大的过街天桥呢，就是他捐赠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那个地方的交通问题。还有东京浅草寺的雷门呢，也是松下捐赠的。所以在那个大灯楼下面能够看到松下电器的字样。1970年，大阪举办了亚洲首次的世界博览会，松下电器在其中专门设立了松下馆，展出公司的优秀产品。松下馆呢，以传统与开发，为了5000年后的人们为主题进行了展出，将代表当时的科学技术成果的2098件物品放入了时间胶囊之中，埋在了大阪城天守阁前，直至今日。1973年，幸之助辞去会长一职，就任顾问。此时他已经是78岁高龄，但是为了达成使命幸之助依然充满热情，不断的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1978年，幸之助投入个人财产，创办了松下正经塾，致力于培养肩负日本未来发展的领导者。1978年，时任中国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日本期间，参观了松下电器位于大阪刺木的工厂。当时已经83岁高龄的松下幸之助亲自前往迎接，并陪同参观。在看到双画面电视机、高速传真机、家用微波炉等产品后邓小平深感两国差距巨大认为日本的先进的科技成果和企业管理经验十分值得中国借鉴学习。于是邓小平对幸之助说：“松下老先生你能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帮点忙啊？”
信之助说好嘞，答应得非常爽快，与邓小平达成了协助中国电子产业走向现代化的君子协议。兴之所至，邓小平挥毫题词，中日友好，前程似锦。信之助老先生的承诺并非空头支票，为此他此后2次造访中国。这张就是他在中国与邓小平进行会谈时候的照片。信之助回国后呼吁日本的电子业界联合起来在中国投资设厂。然而呢，由于当时中日建交不久，日本电子业界对当时的中国缺乏了解，尤其对合资经营缺乏信心。信之助提出的构想呢，没有能够启动。但是信之助没有放弃，他提出松下公司愿单独投中国开展工作，设立样板式合资企业以作表率，突破了重重阻力经过多方的工作，1987年松下公司与中国企业合资成立了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北京松下公司当年投产，当年盈利，引起了日本业界的轰动。其他日本公司纷纷到该公司参观访问，并追随松下开始与中国进行合作。信之助曾提出，日中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的繁荣、和平和幸福做出贡献。秉承着这样的信念，信之助带动了日本企业走进中国，使得日本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对华技术输出、资金援助、人才培养、项目合作最多的国家。后来，在2018年12月，松下幸之助被评为对中国现代化做出贡献的全球10人之一，获得了中国改革友谊奖，留下了一段中日友好合作的佳话。讲到这里社长不禁想到网上那些动不动就叫嚷抵制日货的所谓爱国者，你们知道这些日企为中国的现代化做了多少贡献吗？你知道你抵制的松下、丰田在中国有多少员工吗？他们失业了，你负责吗？所以市场觉得与其说抵制日货、美货，不如说抵制蠢货。即便到了晚年依然不断努力完成使命的松下幸之助，在昭和结束、平成刚刚开始的1989年4月27日与世长辞，享年94岁。松下幸之助的一生可谓是充满了传奇色彩。虽然只有小学4年级的学历，但是他通过自身的努力，经历了2战、经济危机等多次考验，把一个原本只有几个人的小作坊，发展成了如今拥有26万职工、年销售额超过700亿美金的著名跨国企业。在他创业过程中领悟的经营观和人生观，影响了包括社长在内的无数企业家们。我们现在来到了造物之道展示馆，这里展示了松下公司120多年来所生产的上千件产品，呈现了松下电器独一无二的造物精神。我们去看一看吧。一进这个造物馆就能看到松下公司的品牌墙，这是松下创业120多年来的所有的产品线的品牌都在这儿。就哦，1964年奥运会的时候用彩电在向全球播这个节目。1970年有这么小的电视，很厉害啊！哇塞！这个很厉害啊！造了多少东西？这就是我们上期节目里提到的那个炮弹型车灯。录音机，你们听过这种磁带的录音机吗？那个洗衣机，喷流式洗衣机，可以烘干的，手动烘干。i7号。1977年的冰箱，看这个是60年的洗碗机，看这个有点像那个宇宙飞船啥的，是吧？实际上是个洗澡机，人坐在里面洗澡用的。90年前的收音机，55年的电动剃须刀，我还记得90几年的时候，我爸刮胡子还用玻璃碴子。
面向儿童发售的一些电子产品。1959年诞生的吉祥物 National Boya。电动车没啥变化啊，1980年和现在40年以后没什么变化。刚才那有个泡澡机，这有一个自动淋浴机，想法都挺好的。这个就是70年世界博览会的时候的时间胶囊，有2个，都埋在那个大阪城的前面。一个是在2100年打开，也就是80年之后打开；一个是在6970年打开，5000年后打开。它里面都放了什么呢？哎，这个地方有，你看，有鞋，有各种生活用品，飞机造型、日本国旗、衣服、乱七八糟家庭日用品，全部都放进去了。1968年的可口可乐贩卖机，我看到这个，我感觉更有购买欲，比现在那种自动售饭机还有购买欲，是不是？弄一个这个叫什么嘎嚓嘎嚓是吧？我看看市场弄到了什么，拆开看一下。耶，家庭必备神器，电冰箱。松下幸之助先生的创业之路的包装袋，然后还有一个 National Boy 的小 T 恤，买给我女儿的。参观完了松下博物馆，社长的感受就是松下确实是一家伟大的企业，幸之助先生也确实是一名令人尊敬的企业家。幸之助在日本的声誉非常高，这不仅仅指他的成就啊，更是因为他的人品。松下幸之助相信啊，不为私心所困，谋求与他人共生，重视这样的思考的心灵呢，就是素直之心，就是社长这个扇子上面写的这个素直 ，Snow。幸之助将道德与信仰融入了企业经营之中，他一生磊落，待人亲和，以松树般的挺拔之姿，为世界创造了一个商业的神话。他的经营哲学值得我们这些创业者们学习。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我是社长刘洋，我们下期再见。